身为新手父母，有一项从宝宝出生第一天起你就应该要做的关键练习，但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甚至直到为时已晚的时候，才惊觉这个小小的疏忽代价有多大。我是 Celia， 我不是医生，也不是治疗师，我只是一个跟你一样半夜会爬起来无数次，只为了确认宝宝呼吸的妈妈。也因为这份担忧，我钻进了无数的育儿研奏里，想把那些最硬的科学知识变成我们能立刻上手的温柔方法。而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刚刚说的为时已晚到底有多严重？它听起来很吓人，但它意味着你的宝宝可能需要寻求物理治疗师或其他专职医疗人员的早期介入，甚至是接受专门的疗程来矫正一个本来可以轻易避免的问题。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指向一个我们每天都能观察到的小习惯：宝宝睡觉时头喜欢朝哪一边。在我们深入之前，请先让我给你一颗定心丸。新生儿，特别是0到3个月的宝宝，头自然会倒向一边，这是完全正常，而且可以预期的。原因主要有3个。第一，他们的颈部肌肉还非常柔软无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小小的但相对沉重的脑袋长时间稳定地保持在正中央，所以头歪向一边是在节省力气。第二，宝宝在出生时经过产道的挤压，头型可能会暂时变得有点细长，甚至是不规则的形状，这会让他在平躺时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自然就会倒向更稳固的那一侧。第三，就像我们有惯用左手或右手一样，宝宝在子宫里可能就已经有了自己偏爱的姿势，这种天生的偏好会一直持续到出生后。提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既然是正常的，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就是关键所在。偏向一边是正常的，但如果你的宝宝总是持续的只偏向同一侧，这就是一个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危险信号。因为这种持续不变的压力会大大增加2种我们不乐见的发育风险。第一种叫做姿势性扁头综合症，英文是 Positional Plagiocephaly。我想请你把宝宝的头想象成一块还没有定型的极其珍贵的柔软粘土。如果这块粘土每次睡觉都以同一个点接触桌面，会发生什么事？没错，那个点会慢慢被压平。宝宝柔软的头骨也是一样。虽然这通常不会影响大脑本身的发育，但它会导致头型或脸部出现肉眼可见的不对称。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因为眼眶骨骼的变形而影响到宝宝的视力。你的双手每一次温柔的调整，其实都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充满爱的雕塑，确保这块珍贵的粘土能均匀受力，长成一个漂亮的圆形。第二种风险则更隐蔽，叫做姿势性斜颈症，英文是 Positional Torticollis。这是指宝宝一侧的颈部肌肉因为长时间处于缩短、紧绷的状态，导致它更偏爱，也更容易地转向另一边。换句话说，不是他喜欢转，而是他转向紧绷的那一侧时会不舒服，甚至做不到。你可能会想，脖子紧一点，长大不就好了吗？这就小看了中线盖面对宝宝发展的重要性。什么是中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道穿过我们身体正中央的隐形的 GPS 定位轴，我们能轻松地直视前方，双手在胸前拍手，稳稳地坐直，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对这条中线有着清晰的感知。而斜颈就像是在宝宝的内建 GPS 出厂设定时，就悄悄地把它调歪了一点。这个小小的偏差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它可能会在亲喂或平喂时特别抗拒某一侧的乳房或奶瓶。他学习抬头、翻身，甚至坐起来的时候，身体会不自觉地歪向一边，影响平衡感的建立。更长远来看，有些研究甚至发现，早期的中线发展不佳和未来学习阅读时眼球追踪文字的稳定性都有关联。一个看似只是脖
脖子的问题，却可能悄悄地把他整个身体的地基都给盖歪了。说到这里，我想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是否也观察到你的宝宝有特别偏好转向某一边的习惯呢？你的担忧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讨论。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很焦虑，但请听我说，这正是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原因。因为要避免这些风险，关键在于确保宝宝的头部能够规律的、均衡的转向左右两侧。但在出生后的前8周，这对他们来说真的非常困难。所以这个任务需要你来帮助他完成。好消息是，方法真的非常简单，而且你马上就能学会。我把它总结为2大黄金法则。黄金法则1：主动引导法。这需要你在宝宝醒着的时候花点心思跟他互动。方法很简单，当宝宝仰躺着跟你玩的时候，你可以温柔的、主动的帮他把头从他偏爱的那一侧轻轻转到另一侧。比如他总是喜欢看右边，你就帮他把头转向左边，让他停留一会。记住，这不是用蛮力去搬，而是把它变成一个游戏。你可以用你的指腹像羽毛一样轻轻搔痒他不想转向的那一侧脸颊，你会看到他微微皱眉，然后好奇的、慢慢的顺着你的引导主动把头转过来。或者你可以移动到他不常看的那一侧，用你的声音、你的脸去呼唤他，吸引他的注意力。每一次成功的转向都是一次对紧绷肌肉的温柔伸展。在宝宝小睡的时候，你也可以进行主动引导。这次小睡，你把他放上床时，让他的头朝向右边，那么下一次小睡，你就轻轻地帮他摆成朝向左边。包括你亲手抱着他，或是用背巾背着的时候，都要有意识的时不时温柔地调整一下他头部的位置，不要让他总是用同一边靠着你。黄金法则2：环境设计法。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方法，因为它更像是一种聪明的懒人法，透过巧妙的布置，让宝宝自己愿意转头。首先是游戏区的布置，把那些会发出声音的、黑白的、有趣的玩具，甚至是作为人肉玩具的你自己，轮流的出现在他身体的左侧和右边。今天你在他左边对他说话，明天就把那个音乐铃挂在他右边。宝宝的好奇心会成为他转动头部最好的动力。再来是婴儿床的定位，这招真的非常聪明。很多爸妈会买那种很可爱的黑白床挂，然后呢，就永远固定在床的同一边。这不是引导，这是把你宝宝的视线锁在了单一的方向。真正聪明的做法是让你把他宝宝追着光害声音跑。你可以试着把婴儿床的一侧朝向无趣的墙壁，另一侧朝向有窗户、有家人走动的开阔空间。宝宝的天性会让他自然地转向有动静、有光亮的那一边。然后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每天晚上交换他睡觉的头尾方向。今天头朝床头柜，明天就让他脚朝床头柜。这样一来，为了看到房间里有趣的事物，他就必须自己换边睡了，不是吗？最后就是改变你抱他跟喂奶的方向，这点太容易被忽略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惯用手，所以很自然的会一直用同一只手臂来抱宝宝，会用同一只手臂来拖着他平喂。从今天起，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换手，今天用左手臂抱，明天就换右手臂。这个简单的改变会自然地迫使他为了看着你，为了喝奶而转向不同的方向。你看，就这么简单。你可能觉得这些只是日常里的一些小动作，但我想让你看到，在你每一次温柔的调整背后，正在发生多么奇妙而重要的事情。透过这些融入日常的简单练习，你其实正在做2件对宝宝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大事。第一，你正在帮助他温和的、持续的伸展两侧的颈部肌肉，这就是预防姿势性斜颈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
第二，你正在确保压力能够均匀地分布在他那柔软仍在发育的头骨上，这不仅能帮助他维持一个漂亮的对称的圆头形，更是从源头上大大减少了扁头综合症的风险。你做的每一个微小调整都不是白费力气，你是在为宝宝的健康、对称与平衡打下最坚实、最可靠的基础。总结一下，从今天起，就从宝宝出生的第1天起，请透过主动引导和环境设计这2大黄金法则，确保宝宝的头部能够得到均衡的左右转动。这是你身为父母能送给他最早也最珍贵的礼物之一。但是我也必须负责任地提醒你，如果你在家中已经发现宝宝的头上出现了任何明显的平坦斑点，或者当你尝试温柔地转动他的头时，感觉到明显的阻力，又或者他极度强烈地抗拒转向某一边，甚至会因此而哭闹，在这些情况下，请不要犹豫，务必咨询你的儿科医生或家庭医生，让专业人士来进行评估，这非常重要。当然，我们都知道 Tummy Time 也就是俯卧时间，也是一个预防扁头、锻炼颈部力量的绝佳方法。但很多妈妈都跟我反映，家里的新生儿根本不买单，一趴就哭。这往往不是宝宝的问题，而是我们引导的方式对他来说太难了。如果你想学习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带宝宝轻松爱上 Tummy Time， 记得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将这些硬核的育儿科学翻译成你我都能轻松上手的温柔方法，陪你一起成为孩子最安心的依靠。